第9行星。數十年來，天文學家苦苦追尋，幾乎要放棄希望之後，終於出現的第一個像樣線索。如果這個線索最後被證實，我們對太陽系版圖的認知可能要整個改寫。幾十年來，天文學家心裡都揣着同一個疑問：在太陽系最外圍那片冰冷、黑暗、幾乎看不見的區域裡，似乎還藏着什麼大東西，正默默影響着整個太陽系的運動。在海王星軌道之外的遙遠深空中，太陽在天空裡只剩下一個微弱的小光點，而就在那裡，很可能還有一顆我们從未真正看見過的行星，正慢吞吞地繞着這顆小光點公轉。這個只存在於計算和假說中的神秘天體，被暫時命名為第9行星。如果它真的存在，就能合理解釋為什麼在柯伊伯帶以及更遠處的一些海王星外天體，軌道會扭得那麼奇怪，角度那麼一致，好像被一隻隱形巨手拉扯過一樣。儘管各種搜尋計劃一波接一波，第9行星始終只是紙上談兵，望遠鏡裡一片空白。然而，最近出爐的一項新研究，似乎終於在黑暗中點亮了一絲燈光，給了我們一個可能真正突破僵局的線索。研究團隊把2項相隔20多年的太空觀測任務資料重新拿出來，仔細翻舊賬，結果在海量數據裡發現了一個非常微弱但又真實存在的訊號，而且這個訊號的位置隨着時間慢慢地、輕輕地發生了偏移，而這種多年之間緩慢位移的跡象，正是我們對一顆極其遙遠，在天空裡慢得像蝸牛一樣移動的天體所預期的特徵。如果將來能確認這一點，那將會是天文學上的一座真正里程碑，寫進教科書那一種。那麼，專家們到底是在這些深藏資料庫裡的老觀測數據中挖出了什麼秘密？這一點才是整個故事最扣人心弦的地方。究竟有哪些線索，讓一部分天文學家堅信第9行星不是幻想，而是遲早會被找到的真實存在？同時，又有哪些新發現，讓另一派科學家覺得也許我們只是想多了，第9行星根本不需要存在，就能解釋目前看到的一切？請跟我們一路看到影片最後，一起把這些證據攤開來看，看看結論究竟會更接近它真的在哪裡，還是一場美麗的誤會？其實，認為在海王星之外還有一顆沒被找到的大行星這個念頭，一點也不新潮，反而可以說是天文界100多年來反覆出現的老傳說。早在100多年前，當時的天文學家就發現，天王星和海王星的軌道和理論計算值總是差那麼一點點。於是他們大膽推測，是不是還有一顆看不見的行星在暗中拉扯他們。進入20世紀初，越來越精細的力學計算讓這種推測變得更具體，最後甚至促成了有計劃、有目標的天體搜查行動，也因此帶來一項當時震撼全球的新行星發现。然而，隨着觀測手段進步，人們慢慢發現，1930年找到的那顆冥王星，雖然名義上被封為第9顆行星，但它實在太小，質量太輕，根本不足以造成當初在天王星、海王星軌道上看到的那些偏差。後來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冥王星被降級，從正式行星名單中移除，只剩一個矮行星的頭銜。不過，人類對太陽系邊界的好奇並沒有因此熄火，反而更加想知道，那外面究竟還有什麼？這些年來，科學家的目光越來越多地投向海王星軌道之外，那些看似不起眼卻數量龐大的海王星外天體，成了研究的熱門主角。其中就包括塞德納、2012 VP113 這類極端遙遠、表面冰冷的星體，它們的運行軌道長得既怪又偏，完全超出早期模型的預期，讓專家們看了直搖頭。這裡一定有什麼我們還不知道的東西。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天體的軌道方向竟然整齊排隊，指向的方向非常相似，仿佛背後有一股強大卻看不見的引力，在長期把它們往同一個方向推。2016年，天文学家康斯坦丁·巴特金和冥王星殺手麥克·布朗对这些軌道數據做了一次極為詳細的統計分析，結果發現，這種排隊現象真的不是巧合。他們把多顆海王星外天體的軌道一個個疊起來看，發現這些天體最近點的朝向竟然高度集中在某些特定方位，就像一群被同一股力量牽着走的重力指針。
問題在於，如果這一切只是隨機碰巧，按照統計學來看，幾率小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於是他們提出另一種更合理的解釋，在那些天體的遠方，應該藏着一顆質量約為地球5到10倍的大行星，沿着一條非常偏心、拉得很長的橢圓軌道繞太陽運行，軌道半徑大約落在400到800個天文單位之間。這裡再簡單提醒一下背景知識，一個天文單位就是地球到太陽的平均距離，大約 1.5 億公里。用日常一點的說法，就是我們日常生活整個太陽系比例尺的基本刻度。地球繞太陽跑一圈只要365天出頭，而如果第9行星真的存在，它在那麼遙遠的軌道上繞一圈，可能得花上幾千年。人類文明從古代到現代，也未必能見證它完整走完一圈。一顆這麼大又待在這麼遠地方的行星，雖然對我們地球幾乎感覺不到什麼，但對那些小小的海王星外天體来說，它的引力就像一位重量級領隊，足以在長時間內慢慢扭曲排列它们的軌道。這種長年累月、持續不斷卻看不見的引力作用，可以讓那些遙遠小天體的軌道在非常長的時間尺度上都集中指向某些方向，就好像太陽系外圍架了一圈隱形護欄，悄悄地把它們推回固定的軌道通道。聽起來到這裡一切都很順，理論也說得通，但問題是，這些目前還只是漂亮的計算和推演。真正的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在天空中抓到那顆行星本尊。也就是說，第9行星的假說的確可以把我們看到的那些奇怪軌道串成一個合理故事，但科學講求的是看得見的證據，在望遠鏡裡沒看到，它就永遠只能是未證實的猜測。那問題就來了，既然它這麼重要，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人真正拍到它、測到它的存在？更矛盾的是，我們已經擁有像詹姆斯·韋伯這樣的尖端太空望遠鏡，可以看見幾十億光年外宇宙剛誕生時的微弱星光，卻偏偏搞不清楚在自己太陽系邊界相對來說就在家門口的一顆行星到底在不在。關鍵原因其實就2個字：太遠。它所在的位置遠得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如果第9行星真的躲在那個距離上，它能接收到的陽光大概只有地球的1%，甚至更少。在那樣的環境裡，太陽幾乎只是天邊一顆亮星而已。這也就表示，靠一般可見光的望遠鏡來找它，幾乎等於在漆黑房間裡找一顆暗灰色的小石頭，亮度太低，很容易直接被背景噪音淹沒。不過麻煩還不止亮度這一點，如果只是太暗，還勉強可以靠長時間曝光來補救。像這種離太陽極遠的行星，在天空背景上的移動速度慢得驚人，幾年下來幾乎只挪一小步，一般的觀測計劃時間都不長，既要對付它微弱的亮度，又要克服它超慢的位移，很多時候根本看不出來有東西在動。正因如此，科學家把希望轉向了另外一條道路。來自 IRIS 和 Akari 這2個紅外太空任務的資料裡，似乎藏着一條全新的線索。那麼，面對這種又暗又慢的棘手對象，這些新線索到底代表什麼？它們能不能真的幫我們把第9行星從陰影裡拉出來？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關鍵問題浮現：我們究竟有沒有機會，真的在未來某一天，把第9行星堂堂正正地畫進太陽系地圖裡？幸好，答案並不是完全悲觀，科學家並沒有被這些困難打倒，也並非毫無辦法。恰恰相反，當他們重新審視這2次太空紅外觀測任務的大量數據後，竟然在中間捕捉到一個細微卻極可能改變局勢的小細節。至於這個細節到底是什麼，又為什麼那麼重要，我們稍後會一步一步拆給大家看。為了突破傳統光學望遠鏡看不見、抓不住的限制，專門獵行星的團隊把目光轉向紅外線觀測，改用另一種看熱不看光的方式來找目標。紅外線儀器不是去看天體反射多少陽光，而是直接量測它自己散發出的微弱熱輻射，就好像在黑暗裡用熱成像鏡頭找人一樣。即便經過了數十億年的冷卻，一顆體積夠大的行星內部仍然會有殘餘熱量慢慢往外散，在特定的紅外波段上，還是能留下可被儀器捕捉到的一點熱痕跡。也正因如此，紅外資料對於搜尋那種又遠又冷、
幾乎不反光的行星世界，顯得格外寶貴，仿佛是替天文學家多開了一隻夜視眼。不過，單靠新的觀測還不夠，從天文學的角度回頭翻舊賬，重讀歷史資料，其實也是一門重要功夫。所以，除了持續進行新的紅外觀測之外，研究人員還把2台早已服役多年的太空望遠鏡資料重新拿出來，一台是1983年升空的 IRIS， 另一台是2006年啟動的 Akari， 把他們的觀測結果重新評估一遍。這2次任務之間相隔20多年，乍看只是時間上的巧合，但對想要找慢動作天體的科學家來說，這個時間差反而成了關鍵優勢。因為對那麼遠的天體來說，幾年內幾乎不太挪位。可20多年下來，它在天空背景中的位置就會有可量測的微小改變，剛好被這2台望遠鏡前後對比出來。為了掌握這種細微位移，科學家會把同一片天空在不同年份拍下來的影像疊在一起，追蹤那些相對於遠方背景恆星悄悄移動的光點。這樣一比對，即使移動量只有一點點像素，也能被電腦找出來，讓那些原本在短時間觀測裡完全看不出差別的天體，突然從星海背景中被標記出來。來自台灣清華大學天文所的天文學家范玉龍與他的團隊，先用電腦模擬和理論模型，預估如果第9行星真的存在，它在亮度、溫度以及天空中移動速度應該長什麼樣子。接着從龐大的紅外資料裡，篩出了上千個符合條件的紅外訊號，之後再一層一層地剔除明顯不合理或已知天體，最後把可能是行星的候選者縮小到只剩下幾個。這時候，他們在其中看到了一件相當不得了的事情，在那些候選者裡，有一个天體幾乎完美對上他們對第9行星的所有預測條件，不論是亮度、顏色還是可能的溫度範圍，看起來都非常像那顆傳說中的行星。它的亮度恰到好處，在 IRIS 和 Akari 2次任務各自的觀測期間，位置都有合理的微小位移軌跡。但奇怪的是，在理論上它應該還看得到的其他觀測時段，卻一點影子也沒有留下。那麼，我們是不是已經不小心在舊資料裡撿到了第9行星？這個問題立刻在天文圈掀起一陣討論。除了這個神秘候選者之外，後續的其他發現又對這個故事補上了哪些關鍵訊息，甚至為整個假說帶來新的挑戰。從 IRIS 和 Akari 資料裡挑出的這個有希望候選者，理論上的確有機會就是科學家們苦尋多年的第9行星，只是這裡要畫3條底線，目前一切都還停留在可能這個層級。就現階段而言，我們只能說，資料裡確實有一個奇特的訊號，但它到底代表什麼，本質是什麼天體，還遠遠談不上有定論。從理論上看，它有可能就是那顆被部分學者戲稱為欲望之星的假想行星，一個質量約為地球5到10倍，繞行太陽距離在400到800個天文單位之間的龐大天體。但也說不定，我們看到的只是一顆體型較大的海王星外天體，或者乾脆是一顆褐矮星，那種介於行星和恆星之間，點不太起來，卻又比行星更重的失敗小恆星。還有一種浪漫又充滿科幻感的可能，它其實是一顆流浪行星，一開始根本不屬於太陽系，而是在星際空間飄蕩，後來被太陽的引力慢慢捕獲，成了我們這顆恆星的新收編成員。為了弄清楚這個候選者的真正身份，潘和他的團隊提出，未來要動用位於智利托洛洛山美洲際天文台上的那台暗能量相機，專門針對這個區域做更深、更長時間的觀測。這台儀器最大的本事，就是既能捕捉極其微弱的光，又能一次拍下大片天空，非常適合用來搜尋那種遙遠又移動緩慢的天體。如果第9行星真的在那裡，它理論上應該有能力把它從黑暗中揪出來。當然，這一切都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第9行星真的存在。但偏偏就在大家滿懷期待之際，另一項同樣令人興奮的新發現卻又為這個假說潑上了一點冷水。不過，在談那個潑冷水的結果之前，我們還得先看清楚外太陽系最近出現了哪一位新角色。就在幾週前，天文學家在外太陽系邊緣又抓到了一顆全新的矮行星，把原本就熱鬧的外圍小天體家族在添上一名新成員。
這顆矮行星目前被暫時標記為2017年的201年這樣一個有點拗口的編號名稱，典型地反映出我們是先在資料裡發現它，之後才慢慢了解它的故事。這位冥王星的小表親，雖然個頭不大，但仍然相當可觀，直徑大約有700公里，比起一般小行星已經大上好幾號。它繞太陽運行的軌道非常誇張，最近時距離太陽大約44.5個天文單位，已經遠在海王星之外，而在最遠點時，它離太陽的距離更是超過地球太陽距離的1600倍，是一條被極度拉長的超級橢圓軌道。也因為軌道拉得這麼長，這顆矮行星想繞太陽跑完一圈，得花上大約25000年，人類整個文明史加起來都還沒它一個年長。不過很幸運，在我們發現它的這個時間點上，它正好位在軌道上相對靠近太陽，也比較靠近地球的一段，因此暗能量相機得以在可觀測的範圍內把它帶到。實際上，這顆天體大部分時間都遠離我們的視野，真正落在望遠鏡能有效觀測的區域裡的時間不到它軌道周期的1%。我們這次能看到它，可說是撞上了難得一見的好時機。那麼，一顆看似无關緊要的新矮行星，跟第9行星的故事到底有什麼關聯？為什麼會讓科學家開始重新檢查原有的假說？答案是，關聯其實不小。它對第9行星假說，就像多丟進來的一顆關鍵拼圖，甚至有點像一張考卷。目前我們在海王星外的柯伊伯带裡，已知大約有5000顆海王星外天體。雖然這只是一小部分樣本，但就像前面提到的，它們的軌道排列方式已經顯示出某種耐人尋味的一致性，好像背後真有一顆巨大行星在施加影響。然而，新發現的這顆矮行星，偏偏就是那個唱反調的例外。它的軌道排列方式似乎完全不遵守先前那套大家排隊的規律。多數海王星外天體的偏心軌道，其近日點大致集中在60度附近，但這位宇宙新來者的近日點方向卻大膽地跑到306度，幾乎是站在隊伍的反方向。對相信第9行星假說的學者来說，這就成了一道棘手難題。如果真有那顆大行星在那裡，為什麼還會允許出現這樣一顆完全不聽隊長指令的天體？透過電腦軌道模擬，科學家發現，即便把第9行星這個隱形角色完全拿掉，只靠目前已知的行星和太陽引力，這顆矮行星的軌道在至少10億年內仍然可以維持穩定，不會輕易散掉。但如果再把第9行星按原本假設的質量和軌道放回模型裡，情況就立刻變得不一樣了。整個外太陽系的力學平衡會被明顯打亂。模擬顯示，第9行星的額外引力會慢慢拉扯這顆矮行星，讓它的軌道逐步變形，最終在大約10萬年後，軌道可能被扭到太過接近海王星，最後乾脆被踢出太陽系之外。那這是不是就代表我們可以乾脆下結論說，第9行星根本不存在，一切到此為止？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科學家們相當謹慎，他們的態度是，目前的確有強烈跡象顯示，第9行星假說受到挑戰，但還遠不到可以蓋棺論定、完全否定的程度。可以比較肯定的是，在目前這樣的觀測與模型約束下，要在太陽系這一帶安插一顆海王星級別大小的第9行星，它存在的幾率已經被大幅壓低，不再像最初提案那麼樂觀。所以，第9行星的故事暫時還停留在未解之謎的狀態，它也許真的在遠方黑暗裡默默運行，也可能只是我們用來理解數據的一個過度假想。究竟有沒有那麼一天，我們可以用望遠鏡直接拍到它的身影，或者透過更精細的觀測徹底排除它的存在？答案只能交給未來更強大的儀器和更長時間的耐心觀測。感謝各位一路看到這裡，如果你也對這顆看不見的第9行星充滿好奇，別忘了持續關注。未來每一次新的觀測結果，都可能成為改寫教科書的關鍵一擊。